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同样饰演女干部，把刘涛、吴越和赵丽颖放在一起看，差别就出来了。央八又上新剧，实力派云集的小城大事开播即火，首日站内热度突破23000，收视率稳居同时段高位。但饰演镇长的赵丽颖却陷入了观众的质疑，不适合的评价声此起彼伏。同样饰演女干部，把赵丽颖和吴越、刘涛放在一起对比，差距到底在哪？赵丽颖小城大事的热播，让赵丽颖的转型之路再次被热议。这次的镇长李秋平没能延续她在《风吹半夏》里的高光表现，反而暴露了演技短板。剧中的李秋平设定是大学毕业、有留洋经历的基层干部，本该有坚定的眼神和热忱的态度，但赵丽颖的表演却显得力不从心。整治街道被居民扔垃圾砸头，眼神里毫无波澜，既没有委屈也没有愤怒。竞选镇长拿到0票，失落的情绪还没铺开，就仓促切换到自我鼓励模式，转折生硬的让人出戏。被刁难要求说外语时，身为留学生的他台词软绵磕绊，完全没有角色该有的底气。同为具有一定地位的年代女性，她在《风吹半夏》中饰演的许半夏就好很多。江边和领导谈判时，姿态坚定执着，把女商人的野心和魄力展现得淋漓尽致。朋友去世时，眼圈泛红却强忍着不掉泪，将女强人外刚内柔的特质刻画得入木三分。两相对比不难发现，赵丽颖的演技更适配有鲜明个性、强情绪冲突的角色。而女干部这种需要润物细无声的生活化表演，对她来说还需要更多沉淀和打磨。吴越提到女干部的标杆式表演，就绕不开县委大院里的爱先知。吴越用细节满满的戏，把这位光明县县长演成了观众心里的白月光。简单的衬衫西装，利落的短发，陈旧的公文包，除此之外没有一点多余的装饰，让人一看就是可靠的女干部。找侯处长拉经费时，她放低姿态，语气恳切，把一位一心为民的县长刻画得相当到位。下属频频出错引起侯处长的不满时，他当场发飙，语速加快，气势逼人。车不好，路不好，人也不好，什么事情都掉链子。几句话就把恨铁不成钢的焦灼感拉满。不愧是被下属评价为大院里的野猫都躲着他走的艾县长。女下属遭遇家暴，他直面施暴者，背手而立的姿态，掷地有声的台词，有气魄，有手腕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就连表达愧疚，他都演得极具分寸。误会下属后，不声张不解释，只默默通知厨房煮一碗热面条，送给熬夜吃泡面的下属。这份恩威并施的御下智慧，被吴越演得真实又鲜活。这个让人信服的女县长，和我的前半生里那个坏的让人牙痒痒的玲玲，是同一个人。初时吴越是在爆火的《我的前半生》中的玲玲，她饰演一位被观众恨得牙痒痒的小三，轻声细语地说出残忍恶毒的话，让人头皮发麻。吴越被观众骂到好几年没有打开微博评论区，也有观众的第一反应是，这演技真是把角色演活了。在《人生若只如初见》里，她是清朝末期的落魄格格，从一开始面对日本贵族的礼貌客气，
到被对方羞辱时的强忍悲愤，他的表演都透露出可怜却不可恨的情绪。从柔声细语捅刀子的第三者，到清默忍辱负重的落魄格格，再到雷厉风行的县长，吴越用多变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好演员从来没有角色天花板。刘涛的演艺生涯从不缺经典角色，《天龙八部》的阿朱，《琅琊榜》的霓凰郡主，《欢乐颂》的安迪，个个深入人心。只是同样出演县委大院，吴越凭爱仙之封神，刘涛饰演的角色却成了剧里的瑕疵。出场时一演出戏的假发套，故作深沉的面瘫脸，再加上和角色不符的疲惫感，瞬间让观众出戏。他在剧里仿佛被人一夜之间抽走了灵魂，程序化、模式化的演技贯穿整个角色，看不出一点雷厉风行女干部的样子。不止这部剧开端里的公安局长，也被他演成了熟悉的配方，分明是和县委大院中不一样的人设剧情，却还是同款皱眉，同款眯眼，既没有局长的威严感，也看不出角色的独特性。离开官场剧，刘涛的演技立刻活了过来。在《琅琊榜》里，他是意气风发的穆霓凰，认出竹马时的涕泪横流，令人忍不住感动落泪。《欢乐颂》里，他是华尔街归来的精英安迪，面对邻居的困境时眼圈泛红，细腻的温情直击人心。显然，刘涛不是没演技，只是陷入了模式化表演的怪圈，没能真正走进女干部的角色内核。说到底，好的表演从来不是演出来的，而是融进去的。吴越胜在细节打磨和角色共情，他让观众相信他就是爱先知。刘涛输在模式化套路，没能跳出自己的舒适区。赵丽颖则是经验尚浅，还没找到贴合正剧角色的表演节奏。演员与角色的适配度不仅依赖于制作团队的细心打磨，更重要的是演员对角色的揣摩斟酌。对转型在即的演员来说，更是如此。毕竟，角色间的跨越更需要演员的勤恳负责。对观众来说，最期待的当然是这些演员冲破瓶颈，表演出更多富有挑战的新角色。毕竟，谁不期待这些演员在荧幕上的精彩表现呢？